哎，听说13号线又延长了一段，那不挺方便吗？是啊。哎，那以后那里的房价肯定得涨啊。可不是吗？我倒是听说林小明好像拉着他做地产来着，他拒绝了。年纪大又怎么了？这就是块荒地。真是块宝地啊！老先生以前是瓦工吧？做了一辈子泥水匠了。看您这手艺，以前应该是瓦工班组长。以前干这个时候啊，手底下有100多号人呢。你现在怎么住这儿啊？这块地应该是农业用地，这楼应该也是临时建筑。哎，姑娘，挺懂的，也是干这行的。哪家公司的？银海。银海，我以前也是银海的。你现在怎么住这儿啊？这不，看做了一辈子泥水匠，买不上房，老家房一直没人住，也塌了，小夏就把我们安排到这儿了。小夏？小夏也是银海的，你不认识？天科的。我认识。你看我们这些人以前都是天科的，现在退休了，干不动活了。哎，也因各种原因回不了老家，小夏就把我们安排到这儿了，种菜，干个杂活，每年都有固定收入，挺好。哎，姑娘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是小夏的朋友，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。哦，小夏人好啊。您不会一直住这儿吧？这是个临时建筑。小夏说了，这地方以后要建房，到时候也给我们安排个地儿。姑娘，回去给小夏带个话，我们大家都挺好的，都能照顾好自己，让她别担心。董事长能同意剥离吗？昨天集团已经开过会了，跟我预料的一样，他们不想跟崔哥沾上关系，也不想影响 IPO， 所以已经通过剥离的决定了。哎呀，终于清除了所有的障碍，天科很快就是我们的了。小夏，你好。
哎，小夏来了。他们的生活我会负责，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我相信没有人会真正理解你做的这一切。集团高层们只会认为你是故意隐瞒这块地，为的是将来天科剥离以后能够东山再起。他们这么想也没错。你给大家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而且大家都掉进去了，你有没有想过董事长知道以后他会怎么做？我既然都做了，就愿意承担后果。夏明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让集团和天科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悬崖上走钢丝？集团什么样子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不想陪他们玩了。而且现在天科所有人的未来都握在我手里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不必担心，不用为难，去做你该做的吧。赵峰说：“你能帮集团减负啊？”怎么减啊？5家合并1家，肯定要精简人员。现在这个劳动合同规定的特别死。裁员的成本特别高。我有办法能让他们自动走人。什么办法？王总，不是我不肯告诉你，而是这个办法，他说不清楚，得靠自我。我懂。那你要是能帮集团减负，天道合并之后的总经理就是你的。谢谢王总。有没有找过其他人？集团里还有谁做事儿比王总更豪爽呀？那行吧，那你踏踏实实的干，只要干好了，我绝不会亏待你的。好的，王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踏踏实实好好干。那我走了。先走了，辛苦了。安了。他要真能给集团减负，功劳就记在你头上了，没苏小什么事儿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不过真要支持他当总经理啊。怎么没休息好啊？没有。我是在想剥离天科的事情，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类似业务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不用着急，还有我们呢。我觉得呀，要不干脆委托第三方拍卖得了。那对收购方有没有限制啊？什么限制啊？我没听明白。就比如说债权方收购，或者是管理层收购。如果黄丽玲愿意收购，在相等的条件下，可以优先考虑他。
他为天科真的付出了很多。天科现在虽然负债率高，但是基本的面儿还在。假如他们找到资金解决当前的财务危机，扛个1、2年，还是能站起来的。我知道了。赵总，你以前是不是做过资产剥离？我做过。能不能跟我讲讲流程？今天恐怕不行，我还要去天河呢。改天吧，改天我跟你说，好吗？崔先生，消消气儿，凡事好商量。3天了，就你们集团这效率，能商量出什么结果呀？哎，苏晓，你没告诉崔先生，集团已经决定剥离天科，作为债权方有优先购买权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。什么优先购买权啊？我就是一小商人啊，没事我买一公司回来干什么呀？明白。不过眼下呢，集团确实没有钱，只能卖掉天科，还请您多宽容几天。我们一旦确定买方后，就解决那8000万。行啊，看你说话这态度还不错啊，今儿给你个面子。谢谢崔先生。哎，您坐，您坐。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告诉债权方天科剥离计划？我还没搞清楚剥离的流程。哎呀，你一向办事风风火火的，怎么这件事拖拖拉拉呢？徐总，集团对收购方有什么要求吗？你有意收购？那太好了，天科是你舅舅费了很多心血才做起来的。不是我，是群星集团。之前沈总说过，他们想要收一个建筑公司。不过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，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想法。那你抓紧问问。行，我等你消息。你小子真行啊，敢拿我当刀使。现在我有资格跟你说话了吗？没有，太有了。走吧，喝一口去。行，我去开车。哥，那小子拿你当刀使，还请他喝酒啊？这小子有胆量，有头脑，还有手腕。这样的人啊，
我这辈子就见过2个，一个就是他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跟的老板。我有今天的成绩，就是因为当年我跟对了老板呀。记住了，以后遇到这样的人，千万别错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准备跟他是吧？我想跟你混，行吗？我想跟你行吗？苏总，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天河最近有很多员工辞职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养你们这么久，有什么用？一点忙都帮不上。领工资的时候，倒是一个比一个积极。整天干啥不行，吃啥没够。不是，邵总知道吗？你们说我是天天白养你们呢啊？说话呀！你们平时不是很能吗？怎么现在一个一个都成了哑巴了？谁呀？是我，苏晓。苏总，哎呀，真是稀客呀！哎，好，这没事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哎，稍等，我刚才在隔壁，隐约听到何总您在批评他们。他们是犯了什么错吗？啊，一点小错误。我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小错误让何总您发这么大的火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这个人啊，性子急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董事长他也知道，也批评过我，可就是改不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担心是因为改革小组在这里调研，大家担心将来会被裁员，所以人心不稳，不能安心工作。大家放心，都安心工作，集团会妥善安排大家的。合并之后，会有全新的工作环境。都去忙吧。苏总，我这是在帮集团解决负担，你这什么意思啊你？何总，你大概忘了，你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，我并没有同意。可是，王总他同意。老何的做法是粗暴简单了点儿，但是出发点还是好的。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简单粗暴了，是卑劣。苏晓，我知道你善良，但是企业啊不是慈善机构，企业最终是以盈利为目的。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，该牺牲就得牺牲。天字号合并后，业务高度重合，我们养不了这么多人。等合并后裁员，成本很惊人的。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，老何的做法又没有错。当然，方法上欠妥，我会提醒他的。这种方式，也许短期内是可以节约成本，但长期来看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员工不傻，他们一开始可能是弄不明白，但最终一定会弄明白。集团就是不想给补偿费，所以逼他们主动辞职，这会严重损害集团形象，员工也会没有归属感，一盘散沙，怎么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？我理解你的想法，苏晓。你是从基层升上来的，看到普通的员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替他们发出声音，很有正义感，这很好。